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杀人案件，可以说这是小渊我目前遇到过最奇葩的案件，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完美谋杀案。凶手在杀害3名男子后，主动到警局自首，他既没请辩护律师，更没有以精神状态作为借口。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凶手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时，法院却当庭将其释放，背后的原因竟和美国的宪法的漏洞有关。就当这个案件即将被人忘记时，一个苦查真相的纪录片导演掀开了背后惊人的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谋划的复仇，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强大资本家的对抗。故事非常精彩，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故事得从2009年4月27日的美国黄石公园说起。那天半夜，公园的值班巡警泡了一杯咖啡，刚准备赶走身上的疲惫时，看到了窗外奇怪的一幕。在凌晨5点半这个时间点，居然有个男人从树丛里走出来。巡警非常奇怪，因为他值班巡逻的区域是黄石公园的偏僻地带，几乎算得上是无人区。就算有人来公园露营，也不至于半夜5点半就爬起来。一步接着一步，这个戴着帽子的男子缓缓向值班室走来，没有一丝着急和恐慌。来到值班室门口，男子把裤袋里的手枪放在门口，然后冷冷地说道：“警察先生，我刚才杀了3个人，然后交代了3名死者的尸体位置。”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巡警错愕不已。好几秒后，他才通知了同事。这名男子叫做德韦恩，根据他的供述，当天他刚好在黄石公园露营，第二天早上外出钓鱼时遇到了3个年轻人。起初自己和对方聊得还算高兴，可晚上聊着聊着就和其中一人起了冲突，还被对方吐口水。一气之下，自己就射杀了对面3个家伙。这是警方公布的审讯录像带。听完后你会发现，德韦恩从头到尾的口供就好像提前演练过，全程没有一丝吞吐，当然也没有一丝忏悔之意。正如那位巡警所说，你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人在杀了3个人后还能如此平静。遇害的3个年轻男子分别是大卫、托马斯和科迪，其中科迪家庭最为富裕，父亲是当地一个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和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科迪在事业继承问题上总是和父母充满矛盾。父亲希望将来一天科迪能够继承集团，但科迪对高楼大厦却并不感冒，相反却非常喜欢大自然的安谧，经常和大卫以及托马斯2人驱车前往公园露营。作为过来人的父亲对科迪也没有过多束缚，他希望2人的互相尊重能换来一份相互的理解，只可惜他永远都等不到这份理解。案发后，3个受害人的父母认为人证物证俱在，外加一群强烈要求讨回公道的人，法院一定不会放过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德韦恩。他们希望法律的枷锁能够让德韦恩付出代价。可出乎意料的是，法院却只判了德韦恩6个月的监禁，原因是非法持有枪支。对于他残忍枪杀科迪3人的罪行，法院没有做出任何惩罚。判决出来后，引起许多民众不满，受害人的家属也当即表示要上诉。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真正要面对的不是冷血的德韦恩，而是美国宪法历史上最大的漏洞，是堂堂美国宪法给了德韦恩免死金牌。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对于德韦恩杀害科迪3人这起案件，他应该由联邦法院进行审理，而不是由州法院直接审理。但对于联邦法院来说，有一项叫做陪审团的制度。毫不夸张地说，犯人到底有没有罪，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团说了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欧美资本家热衷于公益事业，为的就是提前争取陪审团的支持。同时，美国第6修正案规定，陪审团成员理应来自罪案发生的州和地区。可好巧不巧，德韦恩杀害科迪3人的地方刚好是无人区，也就是说没有陪审团，因此无法起诉他。这就等于是美国联邦法院间接释放了一个杀人犯。事情传开后，
许多民众都议论纷纷，指责美国联邦政府对法律漏洞的不作为。但这波声讨和热搜很快就被当局压了下来，毕竟家丑不外扬。可有个纪录片导演就认为，既然德韦恩精神正常，又没有任何前科，那他为什么要枪杀刚认识的3个陌生人呢？带着自己的摄影师，导演辗转各地寻找答案，并把整个过程记录在相机里。果然，这起案件背后真的存在惊人秘密。不过，揭开秘密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德韦恩这个人的资料。根据周围朋友的描述，德韦恩为人随和，喜欢热心助人。在23岁那年，和心上人卡罗尔成婚，婚后2人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然而，短短几年后，德韦恩的女儿在家中因为一次火灾中不幸丧生。这沉重的打击让德韦恩开始变得颓废。所幸后来妻子再次怀孕，于是德韦恩便将对第一个女儿的爱成倍地加到妻子和他腹中的孩子中。可就在卡罗尔怀孕4个多月时，妻子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对于德韦恩来说，他面临着2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腹中胎儿，要么放弃妻子。2个选项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为了避免对腹中胎儿的影响，妻子卡罗尔放弃了治疗，以至于腹中胎儿尚未发育成熟就提前来到世上。只是他来到世上的那一刻，他的姐姐和母亲却悄悄离开了人世。人生之痛莫过于亲人接连在你眼前过早的离去，刚出生的小儿子成了万分悲痛的德韦恩唯一的支柱。他不明白向来健康的妻子为何会突然患上癌症。调查案件的导演发现，在妻子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德韦恩经常独自前往图书馆，每次到图书馆都会坐在相同的位置，而且每次都是法律书籍专区。一个杀人犯在作案前突然阅读大量的法律书籍，这一点实在可疑。也许这一切都是德韦恩的计划。导演将情况反映给法官后，法官表示，如果能够证实德韦恩存在杀人动机，那就能推翻之前法院对他无罪的审判。这可以说是重大的发现。可就在导演准备追查下去时，他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个手机内存卡，里面有2段视频。第一段视频是科迪3人前往公园露营前的准备，第2段视频是记录了当晚凶杀作案的全过程。而能同时拍摄这2段视频的人只有德韦恩。调取监控记录后，导演发现把包裹放在他们门前的人正是德韦恩。可为什么德韦恩会把这张内存卡寄给自己呢？德韦恩又是怎么知道自己住所的地址？想到这里，导演的朋友，也就是负责拍摄的摄影师认为这是德韦恩的警告。这说明自从他们开始调查案件那天起，德韦恩就一直在秘密跟踪他们。可是导演决定还是继续拍下去，他甚至打算主动联系凶手，但遭到朋友的拒绝。朋友非常激动地说，那家伙就是个变态，他杀了3个人，我们去找他随时都可能被杀死。在起身之前，导演反复观看了住所门口的监控片段，起初一直没有什么发现，直到后来他在德韦恩上衣发现了一个标志，是 ENRG 4个字母，而这个标志刚好出现在存储卡第1段视频的科迪身上。打开谷歌一看，原来 ENRG 是一家能源公司，从事水力压力项目，而总裁恰好就是科迪的父亲。德韦恩家中使用的设备又刚好来自这家公司，但 ENRG 公司所使用的水力压力技术一直饱受争议，可以说是一项破坏性的技术，以至于经常造成有毒物质的泄漏，包括德韦恩所在的小镇亦是如此。ENRG 每到一个地方进行作业，就会引起当地民众的示威反抗。而更巧的是，这位导演此前就拍摄过一部跟 ENRG 有关的纪录片，内容是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保护女儿和社区不受 ENRG 公司的侵害，一直默默与其对抗的故事。片尾处导演还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看到一些有悖道德、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从道德上讲，你有责任去揭发它，尽管你知道这样做并无法改变它。在采访这位父亲时，导演用点燃的柴火放到水龙头下方，结果水龙头的水却被直接点燃，因为里面混有可燃性气体。这让导演立马想起了几年前德韦恩家中的火灾事故。结合德韦恩那场从厨房水槽引起的离奇火灾，体检报告正常的妻子在1年半后却身患癌症，以及刚出生就身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小儿子，导演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相。因为科迪父亲所掌管的集团
使用缺乏安全措施的水力压裂技术，造成德韦恩第一个孩子在大火中丧生，妻子身患癌症死亡，第二个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在获悉美国环保部门对ENRG 公司的态度后，德韦恩知道这场寻找公正的旅途注定是孤独的，所以在妻子去世后，他整天泡在图书馆研究法律。最终他真的找到了答案，就是黄石公园无人区这个美国宪法漏洞。所以杀害柯迪3人从头到尾都是德韦恩精心策划的复仇。德韦恩本想只杀柯迪，也就是 ENRG 集团未来的继承人，但为了避免自己被判刑入狱，为了照顾他世上唯一的寄托，他必须同时杀掉与柯迪在一起的另外2个年轻人。只有这样完成复仇后，他才能从监狱中直接走出来。可导演不理解，既然德韦恩的复仇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为什么他要主动把作案视频留给自己？而且一路下来，德韦恩肯定有很多除掉自己的机会，却迟迟没有动手。反过来想，德韦恩把内存卡交给他的目的，是否表示自己想主动认罪？一番纠结和等待后，导演终于联系上了德韦恩。在和导演相见后，德韦恩表现得非常平静。他告诉导演，他自己也知道杀死3个男孩并不能换回已经去世的妻子和女儿，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必须这样做。这一次，他只是像 ENGR 集团那样操纵了法律，用操纵法律的手段去对付操纵法律的资本家。说着说着，德韦恩突然起身，从后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当着镜头朝脑袋崩了一枪。后来导演发现，他们和德韦恩相见的2个月前，他的小儿子就已经因病去世，而这正是让德韦恩开枪自杀的最后一根稻草。德韦恩想要复仇，他做到了；德韦恩想要公布真相，他也做到了。导演当初收到那封让他决定调查该案的邮件，也是德韦恩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德韦恩的计划。德韦恩的自杀是对丑陋嗜血资本家的最后反抗。听完这个激情澎湃的故事后，其实小渊很想问大家，你相信这个案件是真的吗？或者说在美国黄石公园杀人无罪是真的吗？小渊看过很多狗血案件，所以当时看到这起案件的纪录片后，就认为持枪大户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但事实证明，我遇到了更狗血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假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德韦恩这样的人，那3个受害者也只是演员而已。他只是一个导演拍的伪纪录片，说白了就是一场虚构的电影。但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纪录片描述的案件虽然是假的，但它所反映的黄石公园法律争议和漏洞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说明在美国黄石公园杀人真的无罪吗？对此，小渊只能说你想多了。首先，那片无人区虽然找不到人组成陪审团，但如果你想要谋杀别人，那最起码得准备凶器吧。所以你只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凶器，那检方就可以抓住这点起诉你。但你肯定会说，你一个傻叉，难道我就不能在公园里找根又粗又硬的木棒吗？难道我就不能来个双手扭脖子吗？完全可以，但请你不要忘记了，你就算能逃过刑事审判，但你却逃不掉民事审判。因为黄石公园这个漏洞仅存在刑事审判层面，受害人家属完全可以用民事途径要求你做出巨额赔偿。所以请记住布莱恩教授的忠告，无论如何别去黄石公园杀人。我是小渊，我们下一期再见。